快了，快了，再辛苦1个月啊，儿子的30万彩礼钱就凑齐了。这样，小丽就不会被亲家母看不起了。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高文胜先生，是我，老板，您要买瓜呀？我这瓜呀特别甜，先尝后买。我是君临集团总裁黎玲，很遗憾的通知您，您的三叔公，世界首富高守仁老先生于3日前在国外离世了，您现在是他亿万资产的唯一继承人。李总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可没这么个三叔公。高老爷子生前做过详细调查，确认你是他唯一的直系血脉继承人。他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君临集团、全球各地上千套房产、投资，都将由你继承。当然，也包括我。你这个人也能继承啊？我说现在这骗子可真是下血本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你说你们这又是豪车又是美女的，去骗骗有钱人不好吗？啊！快走快走，别耽误我给我儿子凑彩礼啊！高先生，我知道这很难以置信，我可以给您时间。这张黑卡是高老爷子留给您的，全球仅此一张，无限额度。这张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您确认消息属实，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系。还挺像这么回事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又大又甜的西瓜，不甜不要钱了啊！老婆，儿子，快来吃口西瓜。废物，我们离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懂吗？我妈要和你离婚，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妈。小丽，从小到大，我哪里亏待过你啊？你说要结婚，30万的彩礼，我没日没夜的卖西瓜，风吹日晒，眼看就要凑齐了，就差这最后一点钱，你就要不认我这个爹了吗？就靠你这个破瓜摊吗？剩下的钱猴年马月才能凑齐啊！赵叔叔跟我妈认识3个月，就给我买了辆奔驰，而你只会让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。看到了吗？那辆车你一辈子也买不起，穷屌丝！你们，我这10几年来起早贪黑的挣的所有的钱都给了你们，我养了你们娘俩，养了你的父母，就连你那个好吃懒做的妹妹也是我在养。现在你嫌我穷？我就是嫌你穷，怎么了？海峰可是滨海有名的企业家，跟着他，小烈不仅有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前途，而且他还能让我住大别墅、开豪车，过真正上流的生活。而你呢，除了这个破瓜摊和一身的汗臭味，你能给我什么？高文胜，做人呐要有自知之明。
说你一个臭卖瓜的，一辈子赚的钱也比不上我1年赚的钱，识相点，赶紧把字签了，否则。拿了你的烂摊子！就当是我瞎了眼。我签。君临集团总裁黎林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不离婚，我才会真的后悔。再见，废物。三叔公，妈，文成啊，你也别怪我们，菲菲是我们的心头肉，让她跟着你吃苦，我们也心疼。是啊，这谁不想过好日子？你呀，给不了我们家想要的生活，离了也好。爸妈，跟这废物有什么好说的？浪费口水！你的垃圾我们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赶紧滚蛋！以后这里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徐珊珊，你还有脸说是我高文胜，是你们口中的这个废物一直在养着你们，现在你们洗干了我的血，就要把我赶出去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？高文胜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谁吸你血了？这都是做女婿应该做的事儿。把钥匙留下，马上滚！哎，走！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房贷一直是我在还，要滚那也应该是你们滚。这房子房产证上可是我姐的名字，那这房子就是她的，跟你有屁关系啊？没错，不仅如此，以后的贷款你也必须还。我叫了你10几年的妈，没想到你这么无耻！我呸！我无耻啊！这贷款合同上明明签的可是你的名字，你不还谁还？少废话，赶紧把钥匙交出来，滚蛋！把我的家谱还给我，我就把钥匙给你们。在这儿等着。还惦记破家谱？你这高家族谱上那些人早就死光了，一堆死人的名字留着，我们还想埋汰呢。高守仁，我真有这么个三叔公，我真的有个三叔公叫高守仁。你们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看这小子是卖瓜，把脑子给晒傻了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要不是看他这几年能抱金币，我姐能看得上他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
刚好验证一下这张黑卡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他们俩就是被赶出来了。站住！我们这儿是米其林3星餐厅，不是你这种乞丐能来的地方。我不是乞丐，我是来吃饭的。你要撒泡尿照着你！我们这儿一杯水能买你的命，快滚！影响到客人的胃口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表姐夫，表姐夫，住手！住手！露露，表姐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跟表姐吵架被赶出来了吗？不说那些了啊，我饿了，先点菜吧。啊，你也一块吃点。我就不吃了，待会儿被经理发现就完了。而且这里的餐厅特别贵，这么大的红薯就要上百元。是吧？没事儿，咱有钱，咱也尝尝这有钱人吃的烤红薯，跟咱家烤的有啥区别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哪来的乡巴佬？点菜。哎，看在露露的面子上，让你进来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了，还敢点菜？点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付账。表姐夫，你随便点，1、2个菜我还是请得起的。等会我去结账。点啊，怎么不点？是不是看不懂呀？没文化也敢来米其林餐厅？就这个，这一页都要了。表姐夫，这太多了，吃不完的。没事儿，吃不完咱可以打包啊。对了，还有那瓶酒，给我也来一瓶。露露，我劝你赶紧把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垃圾亲戚赶出去，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否则，如果经理知道，你就完了。你先去上菜，等会我去结账。你帮他结，把你卖了你也结不起。你帮他结，把你卖了你也结不起。经理，这位先生品味很好嘛。俄罗斯奥塞特罗鳕鱼子酱6800，北海道野海参8800，法式香煎鹅肝配黑松露酱2200，A5级和牛肋眼牛排5600，28白松露意面6万。经理，哦，对了，还有这瓶1945年的罗曼尼康帝特级园区干红葡萄酒，售价888888，88万，给你抹个零头，总共97万。你一个月工资几千块，你一辈子别想付得起。本以为几千块钱就到头了，没想到这么贵啊！我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露露以后肯定抬不起来头。经理，这菜我们不吃了。表姐夫，我们去其他便宜的餐厅吃吧。程露露，你们这样一进一出，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？这个月工资别想要了。啊，露露，跟他没关系，这菜是我点的，当然由我来结账。不就是100万吗？上菜。我现在穷的就剩钱了。表姐夫，这可是100万啊！小丽30万彩礼都还没凑够，哪来的100万啊？你确定敢在我们店吃霸王餐，还是金额高达100万的霸王餐？我让你进去，一辈子也别想出来。露露，坐。
小蔡。结账。那个黎林说这个卡无限额度，刷个100万应该没问题吧？刷卡失败。你个臭要饭的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真敢吃霸王餐！报警！马上给我报警！敢耍我，我今天让你们牢底坐穿！经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报警，钱我们一定还。还？你们拿什么还？这可是100万，你们下辈子也还不起。3天，经理，你给我们3天时间，你放了我们肯定还。我们可是君临集团旗下的产业，要是那么容易就放过你们，那以后岂不是什么垃圾都敢在我们君临集团旗下撒野？君临集团，黎林不就是君临集团的总裁吗？李总，经理，这可是李总的私人名片，他一个臭乞丐怎么可能会有？莫不是在路边捡的推销小卡片吧？对，没错，能拥有李总私人卡片的都是非富即贵。你要是能打通李总的电话，我就把桌上的酒瓶吃了。高先生，您考虑好了？喂，我考虑个屁啊！我说你给我的什么破卡片啊，根本就没用，还害得我欠了100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什么？您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。我在这个叫什么米其林餐厅。拿起来，你们先别报警，你们李总马上就来。装的还挺像，程露露，你不会以为他真的能叫来李总吧？看在你干的挺久的份上，我可以放过你。你被开除了，赶紧滚吧！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。那我表姐夫他，你还敢为他求情？他不仅吃霸王餐，还敢拿李总的名义来骗我。我今天不扒他一层皮，我都枉为李总的下属。你要扒了谁的皮？你要扒了谁的皮？高先生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李总，您真的认识这个臭要饭呐？放肆！高先生乃是高老爷子唯一继承人，甚至整个君临集团都是他的。你们几个狗眼看人低的货色，不认识人，难道连至尊黑卡都不认识了吗？看来我要重新评估你们的业务能力了。李总，您饶命啊！我们狗眼看人低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君临集团容不下狗眼看人低的人，你们3个被开除了。啊！你还不错，这家餐厅以后由你管理。我，看来你还真的没骗我，但是这个卡为什么刷不出来钱啊？怪我没有交代清楚，这张卡在君临旗下的所有产业都可使用，包括这家餐厅。
都可以享受最高权益，任何消费全额豁免，根本就不需要刷卡。POS 机自然没有反应。你的意思是说这张卡里面没有钱啊？怎么会没有钱呢？君临旗下30%的流动资金，还有高老爷子的资金，大概有5000亿吧。这5000亿？高先生，对不起，您刚才挥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？我不能丢了君临的这份工作呀，我不能让君临封杀我呀。你不用为难，他们我自会处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继承君临集团。今天来得及，只能委屈你先坐我的车了。以后你出门肯定有更好的车，这样才符合你的气质。来，没来着。喂，表姐，表姐可怎么会是君临集团董事长啊？而且他的卡里有5000亿。你说什么？而且他的卡里有5000亿。你说什么？哼，怎么可能？他最多只认识桥下的乞丐，怎么可能会认识君临的总裁？还5000亿！他当初被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连一双破拖鞋都要带走。露露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不是的，哎呀，好啦，我说你是不是上班上傻了？不如赶紧找个老实人家长让他养着你。挂了。哼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露露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非说高文胜这个废物有5000亿。他要是有500块不藏在鞋垫里，我都跟他姓。李总可是云端上的人物，就连我这种滨海出名的企业家，他都不会这么讲话。高文胜算个什么东西，给人家提鞋都不配。君临集团的老董事长高守仁去世之后，继承他位置的那位新的神秘董事长马上就要露面了。这是我费尽心思才弄到的宝，真正的南洋金珠，价值连城。明天我们就带上他去面见那位新董事长，肯定能助我更上一层。还是你有本事，幸好把高文胜那个废物给踹开。好家伙！张秘书，准备启程去接见君临的新董事长。如果君临的新总裁能看上我们陈家说不定能入主滨海。这枚勋章代表着君临董事长身份，上面的红宝石我换成了诗说菊蓝，更符合你的气质。戴上它，君临上上下下都是你的。包括我。You make it look like it's magic. I see nobody but you. I'm never confused. Hey, I'm so used to being you. So I love when it's all unexpected. Cause I hate when I'm... 李总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有什么事啊？有客户来访，要不您先忙，我让他等一下。哎，
那个，要不然我去看看吧。你说我是刚接手君临，总该学点东西不是吗？嗯。邢菲菲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这个废物怎么会在君临集团呢？你们都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哼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该不会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就弄了这一身行头，想追回我吧？邢菲菲，你也配啊！现在的你已经不配跟我站在一起了。装，你继续装！你以为我是程露露那个傻子那么好骗呢？就算你穿成个皇帝站在我面前，在我眼里，你都是那个臭卖瓜的废物。哎呀，行了，菲菲，你跟这个垃圾废什么话？高文胜，我告诉你，这儿可是君临集团，不是你这种废物能够进来的地方，赶紧滚出去！是吗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君临集团的总裁怎么？你说你是君临集团的总裁？估计你给君临当狗，君临都不要你，还敢说我是君临的总裁？高文胜，你知不知道君临集团的代理总裁李总是何等人物？你也敢染指君临集团？要是让李总知道你在这里欺世盗名，冒充新任总裁，那李总动动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在海峰面前，你还敢撒这么大的谎？海峰的人脉那可是遍布整个滨海，在君临集团的高管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要说唯一没有见过的，那就是新任的董事长。你该不会是想说，你就是那个继承了老总裁遗产的幸运儿吧？高文胜，我知道你怨恨我抢走了菲菲，但是今天我真的没时间陪你在这玩。一会儿我们就要面见那位新的世界首富君临真正的总裁了。等他选中了我的标书，那我赵海峰在君临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是你这种废物一辈子也追赶不上的。滚！我看该滚的是你们。赵海峰，可能滨海未来就没有你这号人物。我看该滚的是你们。赵海峰，可能滨海以后就没有你这号人物。你个流浪狗也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能让你在滨海连要饭都要不到？你打！我倒想看看你能叫我什么人。哎，刘副总，是我，赵海峰啊！麻烦您立刻带保安来趟会议室。这有一疯子不知道怎么进来了，还在这里胆大包天，冒充新任总裁。我建议打断他的腿，撕了他的嘴，再把他扔出去。高文胜，刘副总的地位那可是仅次于李总，他可是最欣赏我们海峰。等他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装。那我就在这儿等。让我看看是谁狗胆包天，竟敢冒充君临的总裁，找死！哎呀，刘副总，就是他，一个臭要饭的，也不知道从哪搞来的衣服，居然敢冒充总裁，还扬言要我们滚出君临。狗东西，你敢冒充君临的总裁，信不信老子扒了你这层皮？你就是刘副总是不是？不认识我，还不认识这枚勋章吗？什么狗屁勋章？我们现在说的是冒充君临总裁的事儿，你少拿这种地摊上几块钱的破烂在这转移话题。没错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集团内部系统里并没有你高文胜这号人。哼，
这个世上姓高的有数百万人，你以为你自己姓高，那就是老总裁的后人？你吹疯了吧你！刘副总，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让他跪在公司门口道歉，长长记性，也让大家都知道，这世界首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冒充的。保安，给我按住他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见李林。李总也是你这种阿猫阿狗都能见的，老老实实给我磕头认错。万国地产王总，创科集团陈总到。陈总，王总，这是君临之药，这是君临之药。君临之药？什么君临之药？那就是一个破勋章而已。你懂个屁！君临之药乃是君临董事长的象征，持章者即为君临之主。要不是你个贱人刚刚多嘴，我能没有认出来这么重要的东西吗？难道他真的是君临新任的董事长？现在你们还要让我跪下吗？哦，传说中的君临之药，让我见识见识。什么君临之药？这明明是假的！假的？这枚徽章是黎林亲手给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君临之药乃是特殊云铁打造而成，坚固无比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断裂？况且君临之药上面镶嵌的是红宝石，这分明就是假的。我就说嘛，高文胜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君临的新任董事长呢？没想到你还是有备而来啊！为了要追回我，连君临之药都敢造假，你真是活腻了你！好，既然你们不信的话，那我就让林林亲自给你们解释。喂，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还给我！别装！在场的各位无一不是槟城乃至全国呼风唤雨、跺脚都能让地皮颤三颤五大人，哪个有时间陪你在这儿演戏？就是你一个菜市场为了3毛5毛都要跟别人争论很久的一个卖瓜废物，凭什么在这浪费我们的时间？邢小姐，哟，现在傍上了赵海峰，看不上这3毛5毛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们一家子都是我靠着3毛5毛一直在养着，狗都不嫌家贫，你连狗都不如。终于承认了，你就是一个臭卖瓜的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摁住，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然后滚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让我跪下，休假！还真是个贱人，打断他的腿！怎么回事？文胜的电话为什么一直打不通啊？难道出事了？李总放心，在君临董事长能出什么事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住手！住手！黎林来了。这新任君临董事长上任，连柳倾城都来了，他跟君临可以说是死对头了。是啊，柳氏集团现在可是仅次于君临的存在，要不是高老爷子压着，说不定柳氏早就超过君临集团了。现在高老爷子离世，继承人上来，这柳倾城
还是来者不善啊？哎，我看未必啊，说不定人家刘总来也是为了觐见新任董事长。刘总，您今天来是？我可不是来觐见的，我是让高老爷子的继承人来履行承诺的。什么承诺？什么承诺也不是你一个泥腿子该关心的事情。只要高老爷子的继承人履行承诺，我柳氏集团一举超越君临，甚至吞并君临也不无可能。原来这高老爷子在去世之前就把君临交给了柳氏，不然这柳氏怎么可能超越君临，并且是吞并君临呢？啊，你还给我！是时候该履行承诺了。君临集团的新任董事长高文胜先生，高文胜先生。刘总，您弄错了，他才不是君临的董事长，他就是一个卖瓜的泥腿子，是吗？可君临制药在他手里。刘总，那就是个假的，是他伪造出来骗人的把戏，刚才都已经被我们给拆穿了，这不您看好来了吗？伪造？那你们可知道，放眼全世界，敢伪造这君临制药的人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知道，敢仿造君临制药的人会倾家荡产，流落街头，最后尸骨无存。那你们觉得，一个你们口中的废物泥腿子，有这个能力跟胆子来伪造君临制药吗？哎，刘总，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。正是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才敢如此行事呀。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它有多严重啊！没错，高文胜，听到了吗？今天死定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，也救不了你。蠢货，是我错了，跟蠢货说话就应该直白一点，不能靠他们直接领悟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柳倾城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柳倾城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李总好。李总来了，你死定了！有本事就在李总面前继续装啊！李总，这个废物，他冒充君临的董事长，他还伪造君临之主的信物，请李总制裁他。李总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骂我的男人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这个君临制药患。他竟然是李总的男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卖瓜的废物，连我都看不上他。李总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再敢出言不逊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来人，从今天开始，刘志豪、赵海峰两人不再是我君临集团之人，君临旗下所有产业不得招待，当然也包括你。来人，把他们丢出去！李总，李总，你放过我吧！李总！柳倾城，你来我君临做什么？当然是找继承人来兑现高老爷子的承诺了。你说是吧，继承人先生？离林待我不薄，我不能让君临被吞并。刘总啊，我其实不是什么继承人，我就是为了耍赵海峰他们那些人，我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李总，我就是为了耍赵海峰他们那些人，我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是骗人的！谁给他的胆子呀？他不怕死吗？还不明显？那个废物是黎林那个贱人的姘子，有恃无恐。我们得找个机会投奔柳氏，等柳氏吞并了君临，今天的耻辱一定百倍偿还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
因为我没有管理好下属，文胜生气了，又不想继承。文胜，你不要放弃继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因为什么？刘总啊，我真不是什么继承人，所以我没办法跟你兑现高老爷子给你的承诺了，也没办法把君灵集团的股份分给你。你还是等到真正的继承人出现吧。等等，股份？什么股份啊？高老爷子何时说过要把股份给他？高先生还真是个性情中人啊，为了黎灵甘愿放弃上千亿的资产，可我也从没说过要君灵的股份啊。啊，不是你说要吞并君灵的吗？没错，不过其实是高老爷子答应我，让他的继承人成为我的男人。试问，首富继承人成为我的男人，坐拥上千亿资金和无数资产，我还何愁不能吞并君灵呢？柳倾城，你敢和我抢男人？这怎么能叫抢呢？这叫公平竞争。松手！松手！高先生，陈美玲，你也要跟我们抢？不是说公平竞争吗？不是我这你听我说，哎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你们在这竞争啊，你们竞争。那个，这次那2个小丑敢在高先生面前蹦跶，都是因为天下不知道高先生是首富继承人的身份。要不，咱们先以此事为庄。我的临江1号即将开盘，到时候会宴请全滨海的名流，正好让他们认识一下高先生。你们觉得如何？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姚姐夫，谢谢你让我成为经理。那这个小区就是除了即将开盘的临江1号，滨城最有格调的了。陆总，我们2个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别再叫我姐夫了。海峰，那一套380平，超大阳台，正对着江心公园，这才能配得上我们的身份。就买那套好不好？哎呀，只要你喜欢我就买，咱全款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高文胜，你还敢出现在我们2面前？露露，你怎么会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？快过来！表姐，文胜哥他不是废物，我当经理还是因为文胜哥呢。哎呦，文胜哥，你叫的倒是挺亲切啊。高文胜，你是只会吃软饭吗？表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小心这个废物有传染病。赶紧过来！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文胜哥可是首富继承人，和李总关系莫逆，起到了。首富继承人，你被他给骗了。我们2个是亲耳听到，他自己承认是在骗人的。能不能带我们去 VIP 室啊？这儿有点太吵了。站住！我让你走。表姐，邢菲菲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一巴掌就是给你的教训！你个泥腿子，竟敢让我们难看！那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文胜哥，你没事吧？咎由自取。高文胜，你还把自己当首富继承人呢？你只不过就是黎灵的屁股罢了。黎灵是君灵集团的总裁，你们敢骂他，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？怕？要是搁以前呢，我们确实会怕。可是现在呢，海峰已经搭上了刘总的关系。等刘总吞并了君临，那黎灵他算个屁呀！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会正式攀上首富继承人的大腿。到那时候，你跟黎灵在我们2眼里连老野都不如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怕你呢？就你们这2个串串，一辈子攀不上首富继承人的大腿。我说，这是刘总的产业，你身为员工，难道要带着刘总死对头的姘头去 VIP 室吗？我来买房，我就是顾客。你买个屁！刘总这会一定找到首富继承人了。君临这会怕是已经姓柳了。黎灵没钱，你更不可能有钱。还买房，买狗窝呗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们赶出去！露露，
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，把他们一起赶出去。谁说我没钱？你们这楼王我要了。这是那张5000亿的黑卡，5000亿？什么5000亿？有5块钱，我都算他钱多。高文胜，你不会拿张骑士卡在这装逼了？有没有钱，刷一下卡不就知道了？先生，你确定要买我们的楼王吗？我们这个小区是滨城最高级的小区，这楼王可是要1个亿呀！当然了，全款。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？喂，什么？刘总要给继承人准备晚宴？知道了。看来刘总已经拿下君临的股份了，要给继承人摆晚宴庆祝，我们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呀！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可就看今天晚上了。废物！听到没有？老娘可没工夫在这陪你玩。等过了今晚，你和黎黎那个贱人就等着住狗洞去。1个亿，刷出来了！露露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跟着这个废物，可别因为你影响我们。表姐，刚刚……算了，今天我就让他们2个人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喂，周先生，您丽水园的房贷已经逾期3天了，请您尽快还款，恶意拖欠贷款，我们会进行全媒体通报。他们还真想让我还贷款，厚颜无耻。虽然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只是九牛一毛，但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王总，豪华别墅10栋，各色宝石上百颗，各种定制礼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虽然这些东西在高先生面前不值一提，但是代表的是我们的心意。不知道陈总准备的是什么呀？我就是送给高总最好的礼物，包括我所有的一切。You know you'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swing. You know exactly what. 陈总，好歹你在滨城美妆行业也算是龙头，何必做到如此地步啊？你懂什么？君临之所以能富压群商，就是你这独一无二的销售渠道，而我的公司受制于销售区，一直无法更进一层楼，所以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，用尽一切办法。你可是真疯狂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被比下去。你现在就去把东西送到高先生那里，我要做第一个给高先生送礼的人，他一定能记得我。你务必要亲自交到高先生手上，记住没有？要是穿这破烂衣服去宴会，那还不丢人丢大发了？姐，要不让姐夫给咱们买点新衣服吧？海峰刚给我买了个大房子，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买衣服啊？妈，高文胜手里不是还有几十万吗？那本来就是给我准备的彩礼钱，不如要过来给大家买衣服。这丽丽说的对呀，那本来就是我们的，那赶紧要回来呀！正想去找你，没想到你主动来了，给我过来！小菲菲，你干什么？你少废话！村长呢？那是我儿子的彩礼钱，拿出来！彩礼钱？邢菲菲，离婚协议我签了，你儿子也亲口说了我不是他爸爸，那笔钱跟你们邢家，跟你这宝贝儿子还有什么关系啊？高文胜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这菲菲跟了你那么多年，还给你生的儿子，问你要彩礼怎么了？那本来就是应该给的，赶紧交出来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就是，你个臭卖瓜子，攒这点钱还藏着掖着，赶紧拿出来孝敬我们，说不定我们今天心情好，今晚可以带你见见世面。
今晚可以带你见见世面。哎，虽然我不认你啊，但那钱本来就是给我结婚用的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！那钱不给我，你给谁啊？快给我！高文胜，今天交不出钱，你就别想走了。今天我不会给你们1分钱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要签了这份合同，这套房子以后的贷款，我1分钱都不会还。怎么，装了这么久的有钱人装不下去了？区100万贷款都拿不出来，你也配当有钱人啊？想让我们还贷款，做梦去吧你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新姐夫已经给我买了300平的大房，你这破房子我们不稀罕。等我们搬走之后，我就一把火烧了这里，让你债务缠身，还无家可归。收起你的无知吧，恶意纵火，那是要坐牢的。我也不稀罕这套房子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从我身上占到1丝的便宜。可笑，不想占便宜，你真以为自己是房产无数的首富继承人呢？没打扰吧？这是网友让我送点小心意给高先生，并嘱咐我会亲自送到高先生面前。这帮吸血鬼看到这些东西，肯定又要抢夺。高先生好像不太高兴啊，难道打扰到他了？不管了，礼送到，先走为妙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可能？王总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么贵重的礼物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海峰搭上了刘总的关系，亲自邀请我们去参加晚宴，所以他专门给咱送来了这些礼物。这，我们竟然亲自被邀请，这，我们发达了！这才是我的好女婿，不像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卖瓜饭。难道高先生是指我？那还用说？那肯定是你，难不成是高文胜那个废物？看到了吧，这些都是首富继承人让人给我们送来的。你那区几10万，老娘现在不稀罕了，赶紧滚！这群吸血鬼简直不可理喻。等今晚过后，吃了我的，我都让你们给吐出来了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地毯比我们家的床都软和。哪来的几个土包子？嘘，小点声，他们可都是被君临新上任的总裁邀请来的。咱可是贵宾，身份尊贵，稍微拿出点样子来。哎呀，还是跟着海峰有前途啊！要是菲菲没有和高文胜离婚，哪能搭上继承人的大腿参加这么豪华的宴会呀？那是高文胜那个废物，指不定啊在哪儿要饭。要饭？
过了今晚，要饭的应该是你们。高文胜，你居然还敢来这里！这场宴会是给我办的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笑话！这场宴会是给继承人举办的，你一卖瓜的站在这儿，简直脏了这的地毯。废物！我劝你赶紧滚！要是脏了地毯，卖了你都赔不起。保安，保安呢？赶紧把这个混进来的垃圾给丢出去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惹了今晚的大人不开心，影响了我们一家人，我打断你的骨头！上课！刘警长，这就是你给我办的宴会，怎么什么垃圾都能进来啊？你够了！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亲爱的，咱俩一起把他给丢出去！哼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部长！班长，放开！部长！任助理，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可是刘总为守护继承人举办的宴会，谁敢闹事儿？任助理，就是他，一个卖瓜饭，不知道怎么混了进来，还大言不惭的在这质问刘总。这位先生，你有邀请函吗？我的确没有邀请函，但是我也不需要那东西。任助理，听到了吧？他没有邀请函，他就是混进来的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吧。说不定啊，是从狗洞里钻进来的。高烈，我可是你亲生父亲，你居然敢骂我是一条狗！这人失心疯了吧？竟然辱骂自己的亲生父亲是条狗，那他自己是什么？就是他怎么着？你们懂什么啊？我妈早就跟你臭卖瓜的离婚了，现在我爹是大企业家赵海峰。我不管你们一大家是什么关系，没有邀请函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！你就是刘金城的助理是吧？那他就没告诉你，今天这场宴会是为谁办的？放肆！刘总的名讳也是你能支付的。确实，我不知道高先生的真名，但绝对不是你这种人。那如果我说今天这场宴会就是为我高文胜办的呢？真不要脸！这君临新任的董事长哪有你这么寒酸？为你办的，也不害怕牛皮吹破，炸着自己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真正的高先生现在正和刘总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在这儿？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不可能？这可是刘总亲口告诉我的。文胜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？电话也打不通。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，他才不来的？今天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形象很重要。我为他准备了高定西服，等他来了，我亲自为他穿上。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宾客们交代吧。文胜是首富继承人，要是让大家知道这么重要的场合他竟然迟到，以后大家都会低看他一眼，说不定背地里都会嘲笑他是个暴发户。宴会又不是我举办的，要交代啊也是你交代。不是，我说你。刘总，除了王总和陈总，宾客差不多都到齐了，宴会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我跟高先生还有大事要谈，时机合适我们自然会过去。你听到了吧？任助理说了，真正的继承人正和刘总在一起，你这个冒牌货装不下去。高先生，高先生，印子在这儿，我送您的东西您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这不是在这儿的吗？你们胆子可真大，送给高先生的礼物你们也配拿？怎么回事？
难道那个废物真是首富继承人？不是，王总他……如果现在就揭穿高先生的身份，那我肯定竞争不过黎黎和柳倾城。不如先隐瞒下来，直接带走高先生，等我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王总，他真的是首富继承人？当然不是。哼，陈美丽，你搞什么？高先生，我知道你受起他们侮辱，现在就公布身份的话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不如再让他们得意一会儿，等李总和其他宾客到了，再公布您的身份，这样他们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。惹谁都不能惹女人啊！很好，接下来只要找准时机，趁着黎黎和柳倾城来之前支走高先生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看看，误会，我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首富继承人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个卖瓜的还妄想混上上流社会。我呸！垃圾就是垃圾。那赏你的，这和你那个烂瓜摊上的东西很配，该捡起来吃。肺接都接不住，就应该去要饭。任助理，王总、陈总都在这儿，你还想接着演下去吗？大伟，我觉得对付这种不知廉耻、屡次三番过来捣乱的垃圾，就应该彻底将他清出去，免得碍了李总和高总的眼。闹剧也该结束，快滚！看到了吗？有些人从根上就坏了，甚至是不带脑子。行了，都退下吧，我来处理。哎，陈总，我建议你啊，对付这种渣子，就应该直接扒光他的衣服，让他光着屁股蛋子在大街上爬上2圈，让冰城所有的人都看看这副赖皮狗的真正嘴脸，看他还敢不敢出来再招摇撞骗。闭嘴！我怎么做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。高总，您先喝杯酒消消气，带您去贵宾室休息。等雷总他们来了，我们再过来。现在你是我的了，我就不信你喝了它还能抵挡住我的诱惑。陈美玲，你要带高先生去哪儿啊？陈美玲，你要带高先生去哪儿啊？该死的，为什么他们来的这么快？刘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废物冒充继承人，陈总是正要把他给赶出去呢，别得脏了您和继承人的地方。哦，是吗，陈美玲？你难道不知道文胜的真实身份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处理他？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想……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，不就是想绕过我们，独占高先生吗？刘总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高文胜他活了半辈子，一事无成，废物一个。您看看他穿的啊，一身地摊货，这身上要是再破几个洞，那比乞丐还乞丐。您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景狒狒，你定义一个人就是靠他的穿着打扮吗？好，既然如此。各位，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君临集团新任董事长、首富高守仁老爷子唯一合法继承人、庞大商业帝国的执掌者。今晚上的宴会真正的主角，高文胜先生。
李总、刘总，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首富继承人呢？是啊，刘总，您不是说要通并君临吗？这怎么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他是个什么货色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是啊，不过前提是高先生娶我为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都被高文胜给骗了。高文胜入赘我们邢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这么个首富亲戚。对呀，他整天除了赚钱就是赚钱，连社交时间都没有。高文胜就是个臭卖瓜的。原来文胜之前吃了那么多苦，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邢家人不可饶恕。这是继位确认书，需要我念给你们听吗？这是股权变更文件，现在除了君临集团，就连我柳氏都是高先生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啊，爸，我错了，哎，这是我爸，我是君临集团的少爷。怎么会这样的人啊？你这个什么情况？不清楚。爸，是我不孝了，您就原谅我一次吧，我可是你亲生儿子。现在知道叫爸了，是谁说要打断我的腿的？我没有你这样的白眼狼的儿子。这怎么可能？害死我的亲闺婿，我的心脏！哎呀啊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哦，对了，我说过，你们拿我的，我会让你们都吐出来，把他们给我拉下去，扒光他们的衣服。不要，不要！你看这个，哎呦，太可爱了呀！又红水又香脑的。文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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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我头好疼，我好热啊！好烫啊！这好像不是发烧的症状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说，不然明天就让你的美妆城从滨海消失。这是楼上的房卡，我只是给他下了点药，想让他和我，这样他就只能娶我了。你无耻！作为滨海顶级的上界名流，你竟然做出如此铁不知耻的事情！快带我走，我坚持不住了。走，文胜。你们先走，我能坚持住。文胜，文胜，医生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坚持住，我家门口候着。李总，你是真的叫了医生，还是在等高先生坚持不住啊？这就不管刘总你的事了吧。我和董事长还有君临集团的公事要谈，麻烦你出去。那可不行，高总临终前说过，希望柳氏和君临集团可以合作共赢，我得保证高先生的安全才行。你我什么？哎，文胜，文胜。当年爸妈因为车祸意外离世，要是爸妈们在天之灵看到我有了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也会替我高兴的吧？可惜和他们唯一的合照10几年前给丢了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药？怎么药效这么猛？文胜，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啊？哎，李总，这种小事儿还是交给我吧。你起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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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幻觉吧？可恶！没想到那个土鳖真的成了君临的董事长，我们以后在滨海就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妈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快去找我爸复合吧，说明他心里还有你呢。
够力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为了你们邢家母子才落到这种地步的。高文胜说的没错，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你！你们甘心如此吗？你是谁？能帮助你们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帮我们？因为我才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。怎么？那高文胜？他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废物罢了。只要你们替我办事，我保证让你们重新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现在信了吧？需要我们怎么做？只要能把高文胜拉下马，你尽管说。这里500万去收集高文胜的黑料，没有黑料就主动制造黑料，越多越好。就这么简单？高文胜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他身边的军师可不少。就这么简单。等你们准备好，我会亲自到场，到时候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办。不要让我失望。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要让高文胜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们在这种敏感时期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任助理，别这么绝情嘛！我们呐想跟你聊一件大事。我跟你们这家人没什么可联系的。以后不要再联系我。任督姐，你现在倒是从清高来了。当初你可是收了我上百万的礼物，答应我为我们攀上柳青城的关系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仅骗了我们，这100万的礼物也被你私通了吧？你说，要是被柳青城知道你和我们有这种利益关系，他会怎么处理你呢？废话少说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只需要你帮一个小忙。这件事我可以烂在肚子里。跟高文胜有，你们敢惹他？怎么，任助理害怕了？高文胜如今在滨海的地位如日中天，谁敢得罪他，就是和君临还有柳氏集团作对。放心，我们不过是花大钱办小事儿。你有没有办法让高文胜这个暴发户出现今天的丑事？他现在可是首富，只要不犯法，钱砸下去，干什么都会被摒弃的。那可不一定，只要他违反公序良俗，我们大肆宣传，定能让他名声受损。然后呢，有何用？以君临和柳氏集团的公关能力，平复这些事情，最多花1年。你少废话，我们自有妙用。既然你没办法，那就按我们的办法来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柳青城和黎林那2个贱人最重视、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其他的交给我们来办。这个竟然……文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当然舒服了。昨天晚上我们2个可是折腾了一晚上呢。咱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？你们怎么？你不记得了？昨天晚上我可是帮你弄……啊！别说了，这下糟了。用小年轻的话讲，现在岂不是修罗场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柳青城，你装什么啊？有你这么邀功的吗？昨晚明明是我照顾文胜的。
明是我比较辛苦，昨天是我整整1个晚上用湿毛巾给文胜降温的，我手到现在还酸呢。你们能不能？打扰了，高先生。高先生，拍卖会发来邀请函，邀请您和李总、刘总参加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动身啊！文胜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拍卖会感兴趣了？该不会是为了躲着我们俩？这怎么会呢？你看我这刚执掌了这么大一个企业，我也没啥见识，这不想着去见识见识吗？谅你也不敢。好了，我柳氏集团还有事情需要处理，李总可要帮我看好高先生，不要让他在外面沾花惹草。高先生，再会哦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首富大人吗？你们2个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怎么，这拍卖会是你们家开的？别以为成为首富能怎么着，顶多算是个稍微大点的暴发户。但是在暴发户啊，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没想到你们2个还是如此的自大、愚蠢。等拍卖会结束，我有的是时间收拾你。高文胜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今天之后，你依旧是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穷鬼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当你失去一切，是怎么被黎林和柳倾城像垃圾一样丢掉的？高文胜，你现在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力。我劝你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吧。啊，赵海峰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讲话？不好意思呀，李总，你瞅我这嘴，说话也没个把门的，多有得罪。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第一件拍品，有人委托寄拍的一个金丝楠木盒，起拍价50万。什么破木盒子价值50万？就算是真正的金丝楠木材质的，价值也相差甚远。就是啊，这种垃圾还拿出来拍卖，这拍卖会真是越来越没有含金量了。是。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其貌不扬的盒子，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前不久我把它弄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这个盒子很贵吗？里面装的什么？它就是个普通的盒子，但是是我父亲亲手刻的。那时家里条件不好，我父亲存了很久的钱，才买了一节金丝楠木，寓意着他和我母亲的爱情长长久久，永恒不变。里面只有一张照片，不值钱，但是它对我很重要。奇怪，为什么黎林的私人物品会被拿来拍卖？起拍价还设置为50万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高大首富，您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这盒子您不会认识吧？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它拍回来。100万！赵海峰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哎，李总，您这可就错怪我了。是这样，我们家客厅呢缺一个摆件，我是看这个盒子吧，它设计精美，我想拍回家去做一个小装饰品。故意的又怎么样？怎么？谁规定我们不能叫价了？没错，谁让你们说话那么大声呢？都被我们听到了啊！算了，文生，也不值什么钱。那可不行，那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东西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它拍回来。150万， 200万，
赵海峰是疯了吧？这明显是针对高先生的呀！听说他被高先生收拾的挺惨，都破产了，哪里来的200万？不会是恶意竞价吧？真是小人行径。赵海峰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现在什么身价了？500万。我还要提醒，如果你恶意的抬高价钱，出不起钱，那可是要蹲局子的。501万！赵海峰，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怎么，区首富该不会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不是吧？1000万！这泡沫盒子竟然竞价到了1000万！有钱人的世界，我们真的无法理解。1100万！这赵海峰是疯了吧？这么得罪高总，不怕付出代价吗？千万要跟啊！只要你跟我就放心。反正那个破盒子只是我们找人从黎明的保险柜里偷来，赚了这么多，也可以满足了。加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舍得为黎林这个馊狐狸花多少钱。文生，别再加了，终归只是一件旧物，你的钱是用来做大事的。1个亿。文生，你太冲动了，他不值当的。那可是伯母留给你的东西，花多少钱都值。一次。不愧是首富啊，出手可真阔绰。为了讨女人欢心，花1个亿买一个破盒子，还真是羡煞旁人呢。赵海峰，少废话，怎么不跟了？啊！既然高大首富您是为了讨李总欢心，我得承认这美不是吗？我不跟了。1亿2次，1个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高先生。老天爷，1亿！这盒子里装的难道是传国玉玺不成？你懂个屁！高先生可是一掷千金为红颜，这可是专属于首富的浪漫。第2件拍品同样是有人匿名委托寄拍的一枚发卡，起拍价5块钱，起拍价5块钱。你们拍卖行怎么回事？什么垃圾都拿上来，浪费我们的时间啊！就是啊，先是一个破木盒，又是一个破发卡，现在演了不演了是吗？真当我们冤大头啊？哎，你们不懂可别瞎说，这可是柳氏集团刘总小时候的发卡，这是他6岁生日他父亲送给他的东西，所以这意义非凡的。你看我们干什么？难不成堂堂的首富竟然是个南宁？真下头。不是我说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都是从哪儿搞到这些东西的？你甭管我从哪来的啊！我跟你这么说，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发卡拍下来回去给我们家狗戴的，但是这玩意儿既然对刘总那么重要，那这件拍品我就不拍了。高文胜，女人是嫉妒心最强的。你给黎林花了1个亿，如果只给柳倾城花区区5块钱，不用我们，柳倾城自会因为嫉妒找你麻烦。怎么，高大首富刚才可是花了1个亿呀？怎么现在5块钱都舍不得拿出手了？这个刘总可是你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呀！我想，高大首富应该不会厚此薄彼吧？哎，那倒未必。这毕竟啊，李总才是首富的天使投资人，那个柳倾城不过就是后来凑上来的。我想还是李总更重要吧。文生，别被他们骗了，倾城不是这样的人。君临现在跟柳氏集团正是合作的最关键阶段，不能出任何的差错。虽然我相信倾城的为人，但是我不能赌啊！这次出价将会买来柳氏集团永久的友谊。秦菲菲，你太小看我了，也太小看君临了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那么现在的我
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。一个亿。我没听错吧？又是1个亿啊！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为了一个5块钱的发夹出1个亿，我是不是幻听了？这比刚才那个盒子还要离谱啊！虽然是首付，但是这样花钱，简直像是个傻子呀！居然没上当，不过无所谓，不影响我们后续的计划。都说你一掷千金为红颜，高大首富，您这红颜还挺多呀。哎，这就不懂了吧？堂堂首富继承人，女人多很正常啊，只是说出去影响不好。但是首富大人也说了呀，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两个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招数，我都接着。鱼上钩了。你们两个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招数，我都接着。高先生，我是《必城商报》的记者，希望有一些问题您能正面回应。我们接到报道说您的私生活混乱，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高先生，你刚继承遗产就花2亿为2个女人买东西，是不是太铺张浪费了？请问您在同时追求2位成功女性吗？这是不是有点道德败坏？大家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所谓的首富继承人，有了钱就脚踏2只船，还跟2女的共处一室，各位，这违反社会良俗啊！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造谣？你们自己好好看看，这种私密照还会有假呀？天哪，这照片是真的吗？也太刺激了！这照片怎么敢做不敢认呢？文生，这是昨晚，他们怎么会有照片？难道高文胜，你的敌人可不止我们。陈美玲那晚找人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在房间，本想着生米煮成熟饭，再用视频做实，没想到便宜了柳倾城和黎林那2个贱人。现在他把视频给我。这怎么回事？明明是吃了药，和2个女人共处一室，他居然什么都没发生。重要，有这一张照片就够了。高文胜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个废物，你也配当首富继承人啊？一个卖瓜的穷鬼成了首富，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！这种社会败类如何带领滨海商界啊？只会让滨海商界以他为耻啊！一个下九流的底层，一朝得势成了首富，居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堕落、道德败坏，居然干出这么龌龊下流、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！我呸！这种毫无底蕴、毫无家教的社会渣类败类，靠着一时运气登上了高位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像这种人压根儿就不配待在这儿，就应该回去卖他的烂西瓜去。都给我闭嘴！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承认我是喜欢高先生，但事情绝对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我们更是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。文生为人正直，倒是你，邢菲菲婚内出轨，爬上了他的床，甚至伙同你儿子逼迫文胜离婚，婚后还要帮你一家子还债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社会败类。大家都听到了，铁证如山，这对奸夫淫妇还不承认，非但不承认，还想倒打一耙污蔑我。这种人根本就不配继承高老先生的遗产。文胜是高老爷子唯一的亲人，他不配，还有谁配？谁说的人？你是谁啊？我才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。什么？真正的首富继承人？藏头露尾，
文胜，我藏头露尾，全都是因为你呀！哥，怎么20年不见就忘了我这个亲哥哥了？哥，你还活着呢？怎么我没死？你很失望？不是，哥，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既然你没死，这20年你为什么不回来看我，不看爸妈最后一眼？你别跟我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找你，我为什么要来找你？当年爸妈为了给你治病，把我卖给了别人，凭什么为了你的命就把我送进陌生的家庭？你是他们的儿子，难道我不是吗？哥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他们跟我说你是离家出走的，还真是善意的谎言。不过无所谓，从那时候我就发誓，我和你们再无任何关系。况且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为什么要来找你这个卖了一辈子瓜的废物？那你现在呢？现在为什么又出现了？明知故问不是吗？所以你回来是为了钱，为了三叔公的财产。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没有我，他们就没钱给你治病。三叔公的遗产难道不应该给我吗？就是，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，更何况高文渊先生才是长子，遗产本来就该是他的。再说了，高文山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脸继续继承遗产？你瞅瞅你做的这些事儿，你把高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还真是难为你们，动脑子做局陷害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警告你，话不要乱说。我早就知道你们背后有人，只不过我想将计就计，调出你们背后那个人。只是我没想到是我亲哥哥。你看出来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卖瓜贩，怎么可能有这种脑子？从拍卖会的那2件拍品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们想干什么。知道又能怎么样？难道照片还能是假的不成啊？高文胜，这照片的事儿你要解决不了，那高文渊先生就比你更有资格继承遗产。我劝你还是赶紧主动放弃遗产，说不定高文渊先生还能给你赏口汤喝呢。有时候部分真相远比谎言来得更可怕。没错，陈美玲已经全部招了，是她在酒店内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并且指证你们断章取义，污蔑我们。你们两个自以为是的东西，还真以为我们是酒囊饭袋啊？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诈我。陈美玲在哪？我们要见她。放心，你们很快就会相见的。证据我已经搜集好了，没必要跟你们废话了。有什么话呀，留着跟我的律师和警察说吧。看来你还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有点脑子，可惜仍然改不了结局。就算你是文胜的亲哥哥又如何呢？高老先生已经立了遗嘱，他的遗产你休想得到。遗嘱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三叔公的遗嘱上写的是由他的唯一亲人来继承遗产，高文胜可不是他的唯一继承人，所以这份遗嘱根本无效。够了！我承认，爸妈当年的确亏待了你，所以我愿意把三叔公的遗产分给你吧。没想到你还挺大方，这可是上千亿资产，你就这么给我一半？文胜，我只希望你拿到遗产以后，不要再怨恨爸妈。我相信他们去世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悔恨，让他们安息吧。一半，可惜我要的是全部。高文渊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哟，连声哥都不愿意叫了吗？得寸进尺，我说过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，设立考验，谁赢了，谁就继承遗产，如何？那好，我就陪你这个废物好好玩玩。记者也在这儿，咱们就让记者好好的宣传宣传。到时候咱们看看是支持你的人多，还是支持我的人多。文胜，你和高文渊的比试规则出来了。这次比试，
你们2个人要在全世界的见证下，看看谁能完成最多的原始资金的累积，然后由大家投票，看看谁能选举成为新的继承人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们并不能使用高老先生的遗泽作为助力，也就是说，我和京城并不能帮你。什么？这一定是高文渊搞的鬼！这些年他开了一家公司，虽然表面上没什么成就，但几百万还是有的。他这是摆了明的要欺负你啊！没关系，我有钱。你有钱？这里还有25万呢。这个钱啊，本来是我给高烈存的，没想到现在用上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又大又圆的西瓜，不甜不要钱了啊！他不会真的想靠卖瓜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吧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看呐，他输定了。来，买西瓜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来帮你卖瓜。你不是说你不能来帮我吗？我是不用动用集团的能力帮你，可是没说我本人不能帮你啊。那你可要想好啊，卖西瓜很辛苦的。我不怕。哎呦，我的弟弟哟，你不会就想靠着卖的破瓜来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吧？是又如何？果然呐，臭屌丝就是臭屌丝，没了遗产屁都不是。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是看谁积累的原始资金多来决胜负的。你不会以为就靠卖瓜就能赢过我吧？他就是个废物，除了卖瓜什么都不会，卖了几十年瓜，30万都凑不到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把遗产让出来吧。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们知道这几天我当了世界首富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眼界。人永远无法赚到他认知以外的钱。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？哪不一样？你不还是个臭卖瓜的吗？讲什么认知眼界？怎么，你现在卖的是金瓜？明明是傻瓜。这些西瓜都是我起早贪黑从农贸市场里面精心挑选出来，每一个都注入了我的心血。那又如何？你的心血值个屁的钱！你们3个很闲吗？别忘了，你们也要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。本来我还是很担心的，不过现在嘛，我觉得我已经赢了。就凭他，我再给他30年，他也超不过我现在的资金。就是，把你这些瓜全都卖了，能值几个钱啊？都不够高总一顿饭钱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别挣扎了。财富的积累固然重要，但尊重每一份付出，理解最基础的市场才是掌舵者的根基。你卖瓜就卖瓜呗，讲什么大道理？不懂学习。来，这瓜看着好甜，天，隔着屏幕都闻到甜味了。愣着干什么？上链接啊！大家要是想品尝的话，随时来我们瓜摊，这就去。哎，给我来一个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。给我也来一个，我也要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吃得到。来，甜，真甜，沙瓤的汁水多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。给我来2个，不3个。今天买瓜还送扇子一把，我要2个，送扇子。给我闺女拿一个。可笑，就这些瓜全卖完了，能值几个钱？卖瓜确实赚不了几个钱，但是谁告诉你我卖瓜是为了赚钱啊？那你为了什么？我要的是口碑。口碑？哼，赵海峰，把这些瓜全部买了，我让他们买不着，
我看你怎么积攒口碑。我去，超能力，这太欺负人了吧！有钱了不起啊？你全买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你确定？怎么不敢卖？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，让你也今天赚一笔，够你高兴好几天了。好啊，顾客就是上帝。经理，收摊。给钱。哦，对了，我卖给你的只是西瓜，这么多西瓜你要怎么拿回去啊？提前说好，我这3轮车可不能给你。这破瓜谁要拉走啊？你以为就你会积攒口碑啊？哎，各位，这西瓜我高文渊请客，随便吃啊，随便拿。怎么样？现在你的瓜为我做了嫁衣，难受吗？你要不要听听他们说什么？这瓜太好吃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高文胜以后还卖不卖瓜了。他要是不卖了，我们岂不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瓜了？一群刁民！高文胜，现在才刚开始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个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谁要是敢报警，杀了！想要他活命，就拿钱来赎人，一个人1000万。今晚我要是看不到钱，我就撕票。走，文胜，丽丽，走。绑架！报警！快报警啊！哦，不行，刚刚绑匪说了，谁报警就杀谁，我可不想惹麻烦。大家不要惊慌，我不求你们能帮我报警，我只求你们能留下来，给我提供更多的线索。倾城，什么？倾城也被劫匪绑走了？晦气！高文渊，你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当然是去准备积累原始资金。别忘了，我们的比试还没有结束。给我站住！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冷漠。怎么？你想救他们？那你去救啊！黎林和柳星城那是你的姘头，又不是我的。邢菲菲和赵海峰对我而言不过是工具，我没有义务救他们呢。高文渊，你不是人！你这个废物竟然敢砸我！你高文渊，那可是活生生的3条人命啊！难道在你眼里还没有遗产重要？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，那些遗产如果落到你的手里，才是真正的祸害。你想救人，你拿什么救啊？你没听那绑匪说一个人1000万吗？4个人就4000万。你这个废物现在连30万都拿不出来，你能拿出4000万？可我知道你有啊。嘿嘿嘿，我是有，可我凭什么救他们？别说4000万，我连1分钱都不想出。给了钱，我就没有了启动资金，如何在比试中赢过你？去球，别来烦我！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的。王总，情况你也知道了，现在人命关天啊！您看您能不能借给我4000万，让我去救人？这个，高先生，我也想帮你，可是我也爱莫能助啊。王总啊，您可是地产大亨啊，您不可能拿不出来4000万，求求您了，您给我算高利息也行啊。高先生，这可是4000万啊！如果你失去了首富继承人的身份，别说是本金，就算是利息你也还不起啊！还得起，还得起。只要救出了黎林和刘倾城，他们就会把钱给您了，而且还会感谢您的救命之恩的。你不去救，有1%的机会赢得继承权；你去救，继承权可就与你无缘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你给了钱，绑匪撕票了怎么办？高先生，何必呢？
你四处借钱，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赢得继承权。在我眼里，再多的钱也没他们的命重要。高先生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现在集团流动资金紧张，你说我不能让我的集团陷入这个债务危机吧？高先生，还是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哟，这不是首富继承人吗？找我干嘛？难道是后悔了，想跟我共度良宵？可惜啊，老娘我已经看不上你了。到底什么事情？有屁快放，别打扰老娘睡美容觉。陈美玲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儿，我完全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让你彻底的失去陈氏。但是我没有啊，所以你才能安稳的坐在这儿。现在你能不能帮帮我，借我4000万，让我去救人？没想到啊，咱们滨城首富居然找我这个小老板借钱，听你说的是有几分道理，我是应该帮你这个忙啊。多谢陈总施以援手，此事过后，我们一笔勾销，我一定会尽快还您钱的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说我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愿意，那两个贱人死就死好了。以前我倒贴你是因为你是滨城首富，现在你不是个臭卖瓜的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都知道了，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4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逝去吗？关我屁事！他们死了，我正好吞并他们的业务，岂不是更好？那可是4条人命啊！陈美玲，你就当是做善事行吗？算我高文胜求你了。如果日后我有翻身之日，我定当10倍报答。翻身之日10倍，醒醒吧，高文胜！现在看来啊，高文渊才是值得投资的那一个。毕竟他知道人命和千亿资产哪个更重要。滚吧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的竟然如此势利，简直不配当人。哟，你不是忙着救人吗？怎么有心情来我这儿了？绑匪的最后期限快到了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求我？你高文胜为了那几个贱货来求我？你不是很清高吗？你不是很有能力吗？现在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来求我了。我知道你痛恨父母，痛恨我，我道歉。对不起，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可以放弃继承的权利，给你当牛做马呀！放弃继承权，给我当牛做马？高文胜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？你现在的一切早已被我踩在脚下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就连给我当条看门狗，我都嫌你脏。再说了，你说放弃就放弃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背信弃的小人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那你要怎么才能借我钱？我要让你放下好不容易得到的尊严，跪下，跪下求我！我要看看你的态度。好。我跪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多像一条狗啊！让你跪你就跪，多像当年我求父母不要抛下我的时候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表情是欣喜，因为他们有钱可以给你治病了。我没有资格评价父母，
我为过去的事情感到抱歉，现在可以给我钱了吗？钱？什么钱？谁答应过你跪下就给你钱啊？你这样，爬过来，把我的鞋舔干净，我就考虑赏你点儿买纸钱的钱，给那几个贱货去收尸。高文胜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怎么不愿意？不愿意就滚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他们死了正好，李林、柳青城那种自命清高的货色，还有邢菲菲、赵海峰那2个蠢货死了清净。哎，对了，就像你现在这样痛不欲生而又无可奈何，这才是我赢得这场比试最大的乐趣。你高文胜，记住了，你永远欠我的。高文渊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他们4个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简直是没有一点人性！人性？你他妈这种下贱坯子跟我讲人性？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再见到你，然后再找个狗洞，好好见证一下我赢得比试，然后继承遗产的高光时刻吧。高文渊，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曾几何时，我真的以为自己继承了亿万的遗产，我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苦了半辈子，终于等到了老天的眷顾。可是到头来，没想到自己还是个一无是处。文胜哥，文胜哥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振作起来。你要是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该怎么办呢？这给你拿着。露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全部的钱了，我把奶奶留给我的金镯子，妈妈给我的项链，我都卖了，还有我这些年存的积蓄和零花钱都在这儿了。虽然我不能帮上什么忙，但是这些你先拿着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但是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。文胜哥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李总是天下最好的人，你别担心，李总和刘总一定都会没事的，你拿着。露露，这些是你全部的积蓄了，你怎么……哎呀，文胜哥，这些都是死物，我都可以再挣回来的。刘总、李总还有我表姐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，这都是人命。虽然我知道这些钱连赎金的零头都算不上什么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，我也想帮上忙。谢谢啊。别担心，还有时间，我们再想办法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好。都他妈安静点，再争拿够去吧。呀，首府大人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放弃了呢。看来你还是放心不下这几个娘们儿了。不过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我能理解。那就选着救吧。首府大人带了多少钱，能救几个人啊？钱呢？你他妈的敢耍了！这儿他妈4枪，你这里只有50万，你以为老子真不敢撕票？我不是来赎人的，我来是希望你们能够多宽限我几天。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我不求你们能放过他们，我只求你们能给我多宽限几天，一定凑够这4000万。宽限几天？高文胜，真以为老子这儿是菜市场，允许你讨价还价？不是，这是我短时间内能凑到所有的钱了，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43万7605毛。只要你们能给我多宽限几天，最多5天，
不，3天，只要3天，我一定能凑够这4000万，我拿我的生命担保。你的命值几个钱？这2个小妞长得倒是不错。如果你愿意让他们陪我睡一晚，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如何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既然没得谈，那就不谈了。撕票！不，住手！怎么？你还想听他们说最后一句话呀？我来当人质，只要你能给我多宽限几天，我就打电话筹钱，如何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答应我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钱。要是你不答应，你1分钱都得不到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不过我可以答应。你说的真的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过来啊。哎，我们现在人手不够，管不了这么多人，现在又多了你一个，所以我决定先杀一个人，维持一下平衡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吧你？至于杀谁呢，就由你来决定。你说杀谁，我就杀谁。我这个人嘛，对待金主来说还是很友好的。怎么想不出来啊？那就杀这个女人。我听说这个女人跟你有仇，不如我替你杀了她，帮你报仇如何？哎呀，真是难以抉择呀。那听听他们怎么说吧。跟我说，我求求你不要选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我知道我之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但这都是赵海峰他逼我的，我求你不要选。你个贱人！高少部、高哥、高爷，我都是他勾引的我呀！他至始至终就是为了我的钱啊！他之前还想着你成为他们秦家的暴君婢呢，选他你别选我呀！晚上，你不要管我们了，你快走吧。一定要选一个吗？就没有斡旋的余地了吗？你以为老子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的内心是有限的。我数到3，必须选择。1。开玩笑，你快走吧，别为难了。你能来，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。你快走2。吧。快走，快走啊！3。那如果我要是一个都不选呢？没想到我们的首富大人还是个慈善家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帮你选。可是吧？秦城，不！这个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竟然没事儿。刘总，吓坏了吧？韩主任，你要是再不过来解释一下，大家呀可都缓不过来了。恭喜你，高文胜先生，你通过考试，你现在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了。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演的戏？这个呀，只是对你和高文渊的一种考验。现在看来是你赢了。高文先生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公证处的韩风。这场测验是我和李总一起发起的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他们4个被绑架的时候，那些民众没有报警，还有高总和陈美玲不愿意借给我钱，你们都是知道的。是假的。你、陈美玲、程露露，还有邢菲菲，还有他们4个。他们不知道是为了事情的真实性。至于陈美玲嘛，
在我告诉他计划之前，他就把我赶出去了。还记得你们考验的内容吗？你和高维恩两人在全球人的见证下，谁积累了原始资金最多，最后全球人投票决定谁是真正的继承人。前面的呀，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投票。我还以为光有原始积累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口碑，要得到民众的认可。这场考验的真正内容不是赚钱多少，而是当一切被剥夺，当至亲至爱面临绝境时，你会做怎样的人？而你呀，选择脚踏实地，选择绝境中不放弃希望，选择牺牲自我，选择保护热小，甚至在倾城被杀害时，你选择与之抗衡。这些啊，无一不证明你是一个有血性、重情义的人。这些啊，都是领袖最核心的力量。作为世界首富，掌握着世界绝大多数的财富，他可以不是一个不能赚钱的人，但一定要有一颗仁爱的心，否则巨大财富和权力会成为他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。这场测试啊，是全球直播，你的表现很多人都看见了。现在你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富了。恭喜你，高恩士先生！经过所有人见证人的认可，你通过了考验，你将继承高守仁老先生所有遗产，成为新的世界首富。啊！哎，畜生！畜生！都是一帮低贱的畜生，竟然敢耍我！高委员，你涉嫌巨额职务侵占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